富士在发布 XH2 和 2S 的时候，我其实就在猜 XT5 这个机型的定位到底会在哪里。你像 XH2 它主打高画质、视频还有图片兼得，而 XH2S 呢则专精于视频领域。那在得知 XT5 和 XH2 又用了同一块传感器之后，我就更迷惑，这个定位它太接近了。难道 XT5 和 XH2 的区别只有这个外观还有这个监屏吗？哎，等等 ，XT 上这个翻转屏呢怎么没了？没了！这富士居然真的狠得下心，把 XT5 的屏幕换回了和 XT3 一样的结构。那我觉得其实这个设计就很能说明富士的态度。在 XT3 和4上面大力推广视频之后， XT5 明显是把重心放回到了图片拍摄上面。视频方面它有一些提升，但更多的是优化。就用久了之后吧，你会发现富士它在 XT5 上面倒是也没有摆烂，只是很多细节上面花了很多功夫，你不容易一眼看出来。但是对于一台相机来说，细节往往决定成败。相比于其他厂商的机器，富士在质感方面总是有着一股青春的气息，这是褒义词，是让很多文艺小年轻的喜欢。那 XT5 的机身除了常规的黑色，还有更加复古的这个黑银色可以选择。那我个人是肯定推荐银色，要好看不少。相比于 XH 系列 ，XT5 还是采用了实体拨盘的设计，那操作起来还是没得说，十分直观。如果你是刚用富士的话，你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那它和索尼那些机型差别还是挺大的。但是当你习惯之后吧，这套拨盘用起来还是十分顺手的 ，ISO、快门速度、曝光补偿都明明白白的给你写着。那只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假如你是 A7M4 或者 R6、R7 的用户，那你应该是很难适应的，就是这个翻转屏 ，XT5 就没有。现在是一个3折的结构。我自己吧不是很喜欢这个设计，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富士会这么做，因为翻转屏对于图片摄影来说，它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尤其在竖拍的时候。所以这次改动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想用 XT5 来拍 Vlog 的人。但是我相信富士肯定是做过取舍的。我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调研，有多少朋友现在是有富士相机的？你可以扣个1。那拥有富士相机的前提之下，你有多少人是用富士来拍 Vlog 的？可以扣个2。我可以预测应该不会很多。那这块184万像素的 LCD 屏在显色还有亮度方面，我觉得表现都是不错的，但是它还是不支持全局触摸，并且在实际拍摄里面，我觉得这块屏幕总是有一点肉的这种感觉，很难形容。就是哪怕后期看素材是对上焦的，但它在前期监看的时候，总是给我一种对上了，但是又没有完全对上焦的错觉。不过这个屏幕对于 XT5 的机身重量的控制是有一定帮助的。XT5 相比 XT4 轻了50克左右，那这一点对于街拍的人来说还是挺友好的。接口方面，这次 XT5 带有 C 口，支持 PD 快充，一个3.5毫米麦克风接口，一个2.5毫米快门线接口，以及一个祖传的 Micro HDMI 接口，就构成了它整个 I/O 结构，没有什么特别的。那卡槽的话，富士给它配备了2个 SD 卡槽，没有 XH 系列上面的这个 Type B 卡槽。这我觉得也更能说明它的定位是针对普通消费者或者是准专业用户，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想花几千块钱去买 CFB 卡。那 XT5 沿用了 XT4 那块2200毫安的电池，一天拍摄下来3到4块完全够用，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奇怪的是，富士的竖拍手柄这次居然没法兼容 XT5， 那这就意味着大概率你只能够接受 XT5， 这并不算特别好的握持手感。这次也没出新的手柄，所以续航上也没法进一步获得提升，这一点上就会有点遗憾。XH2 上的图片拍摄能力，这次 XT5 一个不落的都继承了下来。那使用电子快门，最高可以支持18万分之1秒的快门速度。那最高每秒可以连拍15张，同时支持了 HEIF 格式。那相比只有8比特的 JPEG，HEIF 拥有10比特422的色深，而且文件还小。那并且配合富士这次新加的胶片预设 Nostalgic Negative 这个怀旧负片效果，可以算是一个懒人福音。那像这些都是这个色彩模式下直出的照片。那之前其实我一直没有完全认可过富士的对焦系统，难免也会出现丢焦的情况。但现在到了第5代对焦系统 ，XT5 能够识别包括动物、鸟类、汽车、摩托车等各种载具的主体整体合焦的成功率非常高。那我就在想另外一点，难道不应该富士做一个 AI 识别效果，识别消防栓吗？毕竟我们国内这么多人喜欢拍消防栓，以后有个智能识别消防栓对焦，美滋滋。那富士的另一个特长就是摇摇乐照片，也就是利用传感器的防抖结构来实现像素的位移。那这样的话，你前期最多可以拍摄20张照片，然后后期在富士提供的软件里面一键合成为一张1.6亿像素的超级照片。那你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就是1.6亿像素的，我觉得还是挺夸张的。视频的画质表现上，因为 CMOS 用的是和 XH2 一样的这块4000万像素的背照式传感器，还是挺猛的。但就像我刚才说的，富士既然对它的定位是普通消费者或者准专业用户，所以它
需要挨刀。XH2 上的 8K 录制规格没有下放 ，XT5 最高只支持 6.2K 30帧 H.265 10比特422的视频录制，没有 ProRes， 最大的码率也从 XH2 的720 Mbps 每秒降低到了360 Mbps 每秒，并且由于这次用的是背照式传感器，读取速度的下降导致了 XT5 的果冻效应控制和 XH2 很遗憾是一样的，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动得一块。你们看到这个画面还是很鬼畜的。如果你想要没有果冻的话 ，XH2S 会是一个好得多的选择。我个人认为还有一点遗憾的是 ，XT5 这次依然没有 4K 120帧的录制选项，所以升格能力相较于 XT4 来说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提升啊。不过这我觉得也不意外，因为真这样的话 ，XH2S 也就不用买。而且这次富士在记录规格上还是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的啊，这个不是褒义的，是有一点问题的。在 HQ 模式之下，画面是由 6.2K 超采而来的，非常锐利，很优秀，文件体积可控，我是很喜欢的。但它最高只能够拍摄 4K 30帧，那你想要50帧或者60帧，你就没有 HQ 这个选项了。并且无论是 HQ 模式还是 50p，XT5 在录制的情况下，都会在 APS-C 的传感器基础上再有 1.14 倍的裁切。而且有一点奇怪的是，一个同样在 XH2 上面出现的问题，在 XT5 上面也有。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普通的 4K 画面，而这个是 4K HQ 的。普通的 4K 模式下的暗部会比 4K HQ 要丢失更多一点的细节，但理论上只会在锐度上有区别，而不是动态范围。但是我们就是观测到这个现象了。那富士老哥说这一点，他们会再去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总的来说，这在菜单上面能做的选项有点多，而且会有很多的变化，你需要仔细观察一下。在动态范围上 ，XT5 还是13档的动态范围，和 XT4 也差不多。但是不一样的是，这次 XT5 有了 F-Log2 的加持，那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并且之前在 XH2S 上面我们提的 F-Log2，它的暗部会出现横纹型噪点的问题，现在 XT5 上面也已经没了。那这样一来的话 ，F-Log2 也变成了一个非常可用的曲线，无论是色彩科学还是宽容度，都是在 log 曲线里面的佼佼者啊。这个我觉得没得说，哪怕你只是套一个还原的 LUT， 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看的。那不过相比于 XH2S 的14档动态范围，在遇到大光比的情况之下，你也可以看到 XT5 会有一点差距。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视频性能我觉得已经非常够用。并且和 XH2S 不一样的是，这次 XT5 的原生 ISO 是1000，而且在实际测试的时候，我们发现 ISO 2000居然会比 ISO 1600更加纯净。但这个也见怪不怪了，大概率它是有另外一档原生的 ISO， 或者是一个降噪的功能，机内降噪被启动了啊，所以还是挺不错的。2000到3200也是我个人在拍摄 log 的时候能够接受的 ISO 极限。那毕竟高像素加残画幅，你没有办法对它的高感有太多的期待。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虽然在参数上面 XT5 相比 XT4 只是多了一个更高分辨率的选项，别的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多变化，但是相比 XT4 吧，它的实用性无论是 log 曲线还是别的什么都会好很多。尤其是我们在20度左右的温度下拍摄 4K 50帧，过热关机选项设置成高，相机直到没电也没有停止录制。那相比 XT4 过去那种10几分钟、几分钟就过热的关机，已经要阳间很多了。防抖方面 ，XT5 和 XH 系列是一致的，现在拥有富士最好的防抖，大概有7档左右。那搭配上最新的镜头，也可以实现机身和镜头的联动防抖。那你哪怕是手持长焦端，也是一样可用的。那这个是没有防抖的，这个是开着的，非常直观啊，相当的稳。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上的是脚架的时候，打开菜单里的增能防抖，那你横移的时候画面是一卡一卡的。所以如果你上了三脚架或者稳定器，一定要记得把这个增能防抖给关闭掉。那相比索尼现在这种极其庞大的镜头群，富士的镜头群还在一个更迭的阶段，一直在上新，也确实有好的镜头，但是老的镜头还没有沉下去。光学层面我也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得花时间去等这些好镜头出来。那其实从 XT5 这个机型来看，富士已经铁了心要彻底分化 XT 和 XH 系列。那我一定程度上是为富士会高兴的，我觉得这样反而会更加简单一点，富士的竞争力也会更强一点。过去富士总是想在每一台设备上都给你拉满，给你最好的，这个诚意虽然很不错，但是每个产品当你深度使用以后吧，用到一些功能上面，就会让你有点小的咯噔。那说真的，我觉得还不如现在这样明确划分特长。XT5 就是富士为摄影爱好者还有专业消费者准备的一台水桶机。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如果你有想买 XT5 的朋友，可以转发给他看一看，也许会对他有一些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